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5连阳结束，这可能是一次高位的出货行为，接下来可千万要小心。在前2期视频中，阿哲有提醒过风险。那么本周一市场开始调整，谷歌继续回调 ，Meta 还算扛跌，依旧可以看涨。英伟达窗头破角 K 线，难道还有上涨机会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技术分析的一个观察。通过成交量和价格，那么阿哲发现美股的3大指数有出货的现象。那么我们稍后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说，而通过出货的行为，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方法，叫做异动阳线，来作为反弹的一个防守位。最后我们会再讲一下日线的趋势变盘，目前如何看待。那么通过这3个维度的解析，你应该就能够明白目前的市场走到这里究竟是风险还是机会。如果是风险，如何应对？如果是机会，又在哪个位置？而对此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将会来到个股解析。它们分别是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HMS、APP、Circle、SMCI、PLTR、Coin、CoreWeave、美光和亚马逊。那么以上个股的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相信经过最近的行情之后，大家都会知道市场的指数确实对个股的交易以及收益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在前期下跌时，你不管怎么样去交易个股，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你的方法、你的方式都是以亏损和打止损为主，只要你是做多的。而在近期的反弹当中，您只要是做多，那么大概率就能够盈利，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方向，影响大部分个股的走势。所以指数的方向，我们必须得要首先去发现、去发掘、去观察。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有一个温馨提醒，您会看到我们的目录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和个股解析，所以视频时长一般的会偏长。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不太喜欢观看长视频，亦或者不是每只标的您都感兴趣，那么阿哲的建议是，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时间轴，阿哲已经分好了段落，您点击最想要观看的那只标的就可以快速的跳转，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第一部分我们是绝对阿哲是不建议跳过的，因为它非常关键。我们现在看到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图板当中你会看到标普、纳斯达克以及道琼斯最近的日线走势图。那最近的市场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出现了一个强势，很明显强势单边的反弹。但在这一波反弹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成交量除了刚开始低位有所放量之外，而后我们会发现后续的股价走势上也是保持价格的上涨，但是3大指数的量能是持续的一个缩量。那么除了标普之外，纳指和道琼斯是非常明显，一直都是缩量状态。我们说反弹如果缩量，它代表什么含义？我们先理解成交量。成交量是怎么来的？就是它首先有人呢提供筹码，而后才能够产生量能。也就是说，供应在前，而后需求在后，先有卖方，再有买方。那么成交量的缩量，首先它蕴含的一点就是，它卖的人肯定是没有之前多的，而连续缩量就是说卖的人在股价上涨时是持续缩少的。所以在上涨时缩量有时候不是一个坏事情。那么另外一点，它的一个缩量现象也有可能意味着需求是不大的，或者说买的人呢不多。就有时候可能市场当中有很多人在卖，但是没有多少人在买，那么它也有可能会导致缩量。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分别的去看待。而当前的市场环境是在一个持续上涨之后的一个难得的调整当中，而这一波调整级别又比较大，所以它不是一个低位，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其实曾经已经有过比较多的获利筹码等待去进行兑现，或者说去落袋。而当前的市场也是很多人依旧呢还在看涨的。那么正常来讲，一个良好的上升趋势当中，这个上涨它不应该是持续的缩量，各个指数都是一个缩量的加速上涨，这是有点问题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左上角阿哲写的这个文字解读，那么反弹无量，它其实就意味着主要是有少量的买盘在推动，虽然卖的也有可能少，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它肯定买的人是不多的，所以买盘呢是比较少的，少量的买盘推动。那么可能是来自于短线的抄底资金，市场超跌，有人呢去做超跌反弹，还有可能是高位买入被套的人去补仓，想摊低一下成本。但是
它一定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必然主力资金是没有真正投入大量资金去拉升的，否则它的量能不应该是少的，只是呢用少量的筹码去维持股价，那么吸引呢散户去跟风，或者说让人去追涨，以便于后续呢我们去派发。所以有时候反弹缩量它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反弹缩量是近期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昨天市场其实都是收跌的有些可能是阳线，感觉不是下跌，但是它依旧是收跌的，只是呢是一根假阳线。那么像道指呢就是明确的下跌了，收一根大阴线。那么这种收跌的一个交易日下跌的时候，市场的量能却发生了变化，它甚至呢有一种指数都放出倍量的现象，有明显的放量行为，相较于上周五的上涨来讲。反弹无量，但是上涨却是反弹无量，但是一跌却有量，这就有点问题了。我们说上涨时无量，它有可能是卖的人不多，但为什么一跌这卖的人就变多了呢？所以回调的时候下跌带量，前期的反弹无量就可能是前期的套牢盘和剩余的获利盘，它没有去很大量的卖出。那为什么之前不卖现在卖？就是因为价格之前超跌了比较低，他觉得在那个地方卖不太划算，所以股价一下跌就放量，可能就意味着潜在的卖盘卖压之前没释放，而后在目前的位置他觉得合适了，可以去释放，所以说明这里的价位让他们有再次卖出的一个冲动，反弹的强势反而让他来到了再次容易出货的点位。当然这里呢也有部分是之前踏空的人，之前不敢买，而后发现市场涨得特别强势，一周之后在本周开始回调了，他终于开始敢买了，所以也有部分是这样的一个买盘的提供。所以这就是对于量价当中我们的一个近期的一个解析。而通过这个分析，目前的市场这波反弹很有可能是一次借助市场反弹而去出货的一种行为，而当下来看这个行为呢可能性是逐渐的在变大的。通过这种出货的一个迹象，我们也可以借此去引申出一些具体的操盘手法，那么阿哲呢称其为叫异动阳。那么对于出货行为，大家现在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市场在一波明显的上涨之后，最好呢是有比较久的一个上涨，这样才会构成出货。如果你发现市场是处于一个低位，是下跌过后的一些低位盘整的行情，出现反弹无量下跌放量，那个时候它肯定就不能算是出货所以位置关系呢跟量价的一个分析是要进行紧密结合的。那么目前的市场就构成了一种有可能是出货的一个位置，而出现了有可能是出货的一个量价，两者相结合，它的出货的现象就大大的增加，这种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异动的阳线。异动阳线呢，也是介于我们的出货现象来去判定的。当市场处于上涨之后，可能有走弱迹象或不创新高的时候，市场开始由多有转空的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这种手法去看待每一次的反弹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走势是纳指的曾经的一段顶部行情，它呢也跟现在有一定相似就是市场呢创了一个新高，对吧？感觉很强势，当然底下的量能其实没怎么放，而后它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它下跌的时候开始有量能开始释放了，上涨时感觉很强势，但量能一直是缩量的，然后略微一调整底下的量能开始就比较明显的放量，比之前的上涨是有明显的带量的，而后调整时量能是明显的比之前上涨时的量是要多的。那有同学说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上涨的量能，看着是一个阳量是吧？但顶上呢只是一个低开高走是吧？是一根下跌 K 线的一个量能，所以当时这个顶部结构就是出现了上涨无量，而后下跌却是带量的。那每次上涨它的量能基本都是比较少的，而下跌量能是比较多的，整体股价感觉在震荡，当市场却是一个出货派发的一个阶段。好，那这种情况下，一旦你发现有阳线出现上涨了，有出现连阳上涨了，你就可以用到异动阳线。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市场的一个上涨带量的上涨，虽然象征的卖盘也是有所增加，但至少它说明买盘是不错的。所以上涨收阳线，而后底下放量，属于正常的阳线阳量。而异动的阳线阳量呢，就是股价虽然在上涨，但底下量能阳量在缩量。所以当你发现市场出现至少2天的阳线的时候，而成交量却是缩量的时候，并且它还是一个反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每一根缩量阳线的低位做一个防守位。当你连续的上涨收阳，连续的出现缩量，你可以把最后一根缩量的异动阳线作为防守，一旦跌破，反弹当中它就是一些高抛点或者说风险的提醒。而价格走势如果连续上涨连续缩量，那么最后一根阳量它的低点则作为防守。
而后这个点位呢，一旦被击穿、被跌破，要注意了，这些位置都很有可能是反弹的高点。那包括股价这里，它是不是又出现了反弹？它又是一个缩量阳线，低点被跌破，那么要小心，容易是弱势行情的反弹高点。价格走势上涨，这里是不是又是反弹？刚开始是有所放量，而后这一天是缩量，又是三小顶。所以股价呢，如果是下影线比较长呢，你可以用它的实体下沿做防守。所以价格走势，它把这个地方跌破反弹，再跌破，不过这一波反弹它也是有缩量的跌破。那你会发现，这是反弹高点，反弹高点，反弹高点，这里是反弹高点。这里也是反弹高点，所以当市场进入到了一个派发阶段，一个市场弱势不再创新高的阶段，这个时候上涨时的缩量阳线、异动阳线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角度。而我们看到目前的3个指数，这3个指数当中，是不是股价上涨？比如说这里是标普上涨放量，上涨缩量，而缩量到最后这一天是一个最后一根的缩量阳线。而它的低点目前被跌破，所以这里要右侧作为减仓，作为风险点。重新想要看涨，必须得要收阳线，把它站稳。那么这个地方，纳斯达克指数它呢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被跌破异动阳线的指数，所以纳指科技股上呢还比较抗跌。当然，关键是昨天英伟达的逆势上涨，否则呢这个地方它应该也会破。我们再看到底下这个道琼斯就更加明显了，它的缩量阳线是这一天，而后低点被破，所以这个地方。道琼斯和标普都构成了离场信号，道琼斯更加明显是阴线，而纳指还差一点点，它并没有去跌破，所以科技股目前还是比较抗跌的。但是，一旦纳指也明确跌破这个低点，3大指数都构成右侧的反弹高点信号。以上就是关于量价出货行为以及异动阳线的解析和学习，希望这2个知识点对您能够在当下的行情当中有所把握一些机会和规避一些风险。这个思维角度，它不只用于指数，在个股上也同样如此。而个股的量价有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明显，异动阳线也同样可以用于个股反弹行情当中的离场信号。接下来我们即将来到第3个知识点，趋势的变盘点。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如果听到这里，您是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点赞，依旧支持阿哲视频创作。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老同学的照常支持。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假如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能够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那么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订阅成功。再顺手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都打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可以准时的收到阿哲发布的通知。如果没有点开这个铃铛，就有时候阿哲发的视频呢，可能不会通知到您。如果不想错过阿哲的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盘前观点和视频，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都打开。那么感谢每一位第一次见到阿哲就立刻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感谢您的支持和热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下一部分，我们要讲到日线如何去看趋势的变盘。关于这个知识点，我们最近的几期视频都有讲到。那么这里呢，我们再做一个复习。当然，老同学如果会的，也可以跳过这一部分。目前我们各位所看到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呢有一个指标叫彩虹带。这个指标呢是阿哲交易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趋势识别指标。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这个指标您是能够去体验使用的，找到助教激活即可。而我们近期一直在讲的一个趋势线变盘，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飘带的一个使用技巧。当市场是一个指示带时，说明它是一个上涨。上涨的话，我们主要是做股价的回调买点，以及呢找的是低点变盘。而如果是黄色带呢，说明它是一个空方趋势，市场目前中短期是下跌走势，那么主要找的是一个超跌反弹，亦或者是反弹高抛点和高抛的一个变盘高点。那究竟应该怎么去使用，怎么去看到变盘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关注一下市场突破飘带的时候，当突破第一天则记为技术1号 K 线，突破第2天为2号 K 线，两根 K 线里面偏高的那根 K 线就作为一个高点压力，而目前是2号 K 线高点作为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低点被跌破，高点无法突破的现象，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反弹高点确认，它就是一个高抛，它就是一个趋势反弹时高点变盘信号。而反之，如果趋势它是强劲的，那么它往往会突破2号 K 线，而后我们可以继续看涨，甚至可以看趋势的一个反向反转。而假如它是一个上涨回调行情，那么同样如此，你可以关注跌破的一个市场
当市场出现跌破飘带的时候，说明它脱离了上升趋势的一个极限的位置，这种极限点上一般容易出现低点变盘，它这些都是没有跌破2天的，那么这种变盘点就比较强势，说明多方还是很强的，而空方呢不至于让它跌破2天。最近呢就是空方比较强势，能够站上2天，但是变盘点呢是2号 K 线。我们看一下前期这波下跌行情走势的一个反转迹象，大家就明白了。正常一个空方市场下，多方反弹它是很难去突破这个飘带的，而一旦突破，象征的多方强势有可能有机会反转，但这个反转的力度啊，观察一下，就是突破的第1天、突破的第2天，它则为变盘点。变盘点的低点最好不要被跌破，如果被跌破，有可能要进行升幅的2次回踩，或者说它是一个反弹高点，而它的高点要被突破，突破的越强势越好。所以当时的这一个低位的反转就是突破2号 K 线，然后不跌破，股价呢由黄带转为紫带，在上方有效站稳，而市场从此之后维持蓝色带，维持看涨，那么回调都是买入机会。那么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市场从一个紫色带转为黄色带。那么在转为紫色带之前，它依旧是空方的市场。那想要从空方转为多方，那么它要干嘛呢？它得要把2号 K 线突破站稳，飘带由黄转紫，后续市场重新看涨，继续看新高。而当下就是2号 K 线的高点有压力，目前还未跌破，一旦跌破，首先确定反弹高点，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在上周五的时候，这根 K 线就是关键 K 线，而它的低点23250.51就是关键的防守位置。它的低点很关键，因为它又是异动阳线的防守，又是变盘 K 线的低点防守。这里一旦被跌破，首先确认反弹高点的成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部分啊，关于市场观察的3个维度。我们通过市场观察后的一个结论来去进行指数后的个股的分析和策略的制定。那么希望这个逻辑大家能够去接受和理解。那么在开始个股解析之前，那么阿哲这里呢需要插播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订阅粉丝观众的福利领取。刚才阿哲有讲到，就是彩虹带，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就可以找助教可以去激活去领取。它其实属于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3重福利的其中一个。第1重福利，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那么特别是新订阅同学，您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小卡片，亦或者是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可以去找到助教，可以激活这个指标进行一个体验和使用。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以及任何的一个市场标的，您只要它只要有 K 线能够在软件当中显示，您就可以用它去分析它的趋势，以及当下你应该做的是多头还是空头，包括它的趋势变盘点如何识别，都可以用刚才阿哲所教的方式去进行观看。那么希望这个指标能够对订阅同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感谢您的订阅。而我们的第2重福利呢，就是盘前广播和一些点位的测算。阿哲在每天的美股盘前，就只要美股开盘，阿哲都会写到一些消息，发在我们的订阅粉丝的一些学习频道上。这个频道也可以去找助教去进行添加啊，是 Telegram 的频道。像市场的风险和机会，关于指数方面，阿哲如果看到了，会及时呢在消息当中去提醒。比如说在11月24号的时候，市场在下跌，阿哲提醒的左侧的买入，而最近呢市场反弹，阿哲提醒的市场进入到超买，要小心3小点后的一个调整风险。那么这种低位超跌的买点和反弹之后，阿哲认为有风险的点位，它不一定100%准确，但是阿哲一旦看到，会及时呢在盘前去写上，那么对您应该也会有不小的帮助。那么第3重福利就是每周不重样的主题班课了。本周我们会讲到量化精确交易啊，您只要是订阅同学就可以找助教报名本周的课程。我们会通过4种模型来讲解当下市场的一些机会的把握以及一些风险的规避。那么这些模型也是技术分析在实盘当中可以去使用的一些价格走势。那么这些模型就是在实盘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使用，去精确找到一些点位的方法。希望对于我们的小白同学以及刚订阅阿哲同学都能够有帮助，找到助教啊，领取3重福利即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第2部分啊，个股解析环节了。现在我们看到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股价走势最近的上涨，其实它也是大体是缩量的，所以它呢也是在一个市场出现了破位行为之后的反弹。这个反弹呢，目前来看还是 OK 的啊，力度还可以。它已经越过了之前跌破的420的一个价位，
说明之前的底下的缺口的一个支撑是有效的，而目前并没有被消化掉，这个地方的买盘依旧存在，所以市场产生了一波不错的一个上涨。而这个上涨它也回补了上方的一个下跳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当前将会有一个卖盘的涌现，是吧？昨天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整体呢还是多方占据了优势。那么这里呢就要注意，这个向下跳空缺口被回补之后，它是否能够由压力转为支撑？那么如果这里出现一根阴线，重新把缺口跌破，那么其实还是有再次回踩的一个风险。所以如果你目前做短线，而后已经有所获利了低吸的筹码，那么当下可以以前方的这个缺口作为一个防守位，收阴跌破则作为右侧离场信号，而也可以用我们刚才所讲的右侧异动阳线的防守，可以去做一个防守和获利兑现的一个点位。当前的特斯拉也依旧呢只是短线看反弹，而后整体力度本次开始表现有所改变，至少多头呢有一点点冒头了，空方不是绝对的优势了。我们再看到它的趋势类指标的一个表现，当前的一个股价走势，目前所看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呢代表目前的反弹进入到一个超买的一个状态，指数目前其实也有我们看到最近的上涨是不是也是连续的缩量？缩量过程当中，昨天略微的一条，它是跌了负的0.01，所以依旧是下跌 K 线，有一点点下跌，立马量能就出来了。所以当前市场很多人还是做短线为主，并没有说很持续的去看涨特斯拉。通过量能的缩量以及调整的放量，明显的放量可以看出。好，那当下的一个防守位，你也可以用它来去做。它呢是一个最后的缩量阳线，缩量阳线低点做防守，一旦跌破，这里就是高点的反弹确认。所以当下你如果做右侧，就以此作为防守，而后看涨；如果跌破，那么就做右侧止盈。所以当前是找反弹高点的一个节点，左侧已经可以高抛，右侧等待跌破再去离场。而目前它是一个空方飘带，空方飘带它就是先看反弹，反弹有异动阳，那么以此作为一个观察即可。这是特斯拉的分析。我们接下来看到 Meta， 在 Meta 的图表当中，我们依旧关注它的日周线的身体九转的共振，而这两者的共振，我们可以认为它这里应该至少会有一个更大级别，或者说相对之前的上涨更大级别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这种反弹行情，之前阿哲讲过，这个目标位是谁？就是这个缺口至少一半的价位，作为本次强烈反弹、深为反弹的一个价格目标。那么这一波反弹，我们看的是比较大级别，所以你可以以波段的方式去做这个9号 K 线突破之后的行情。而当下，因为市场处于有可能出货的风险，所以个股肯定也会受它的一个影响。昨天市场虽然下跌，但是整体它的调整日线上看还是 OK 的，不算很强。当下的一个股价走势，我们可以以这一个阳线高点作为压力位，因为它是周线上9号 K 线的高点，所以这两者可以构成一个压力。同时，它在日线上也构成了一个运线，如果收一根阳线突破这一个9号 K 线周线的这个高点，在日内我们在日线上我们也可以做追涨加码的一个行为，去博弈它的继续上涨。当然这是一个追涨的筹码，所以仓位呢比之前抄底的肯定要少的。那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之前这里突破我买进我假如我用了一部分仓位，那么这一部分仓位呢我分为3个部分。那么近期反弹市场有风险，我减去一半，是吧？比如说我手中还有 1.5， 那这里如果再次突破有上涨，我去加仓追码的话，那么这里我再次加仓买进的话，我最好是不要重新达到3成，而是应该在2成亦或者是 2.5 左右。所以你的仓位不能说这一突破把之前的3直接又加满，或者说变成4变到5，这种追涨仓位呢肯定是不能比之前低位的要更重的。我们尽可能是越往上走的仓位呢是应该越少去进行操作的。这阿哲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仓位分配方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不是以此呢作为完全的标准这肯定逻辑上还是有点不太通顺的，但是大体是这个意思。而后我们再看到日线上这个指标的一个变化，目前呢我们看到市场是处于连续的超跌之后的反弹，白 K 呢代表波段的一个超跌，跟黄 K 是反过来的，所以白 K 为超跌，而后黄 K 为超买。那么当下就是超跌之后转超买，那么会有连续的一个黄色 K 线产生。那么连续的黄色 K 线产生呢，我们正常你可以以这个最后一根黄 K 的低点，最好是偏高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运线，是吧？运线它同时也是黄 K 嘛，收一根阴线跌破，那么我就把之前抄底的，你可以大部分卖掉。假设我是3，如果出现了运线，我减一点；如果再次下破我可能直接呢变成1或者说 0.5， 然后等到它止跌了，我再去买进，去重新加仓，或者说这里呢它
不是升调没有跌破黄色带，而是直接后续突破运线，我再去进行加仓。所以整体呢以此去控制，虽然我们去看好它后续的反弹空间，但是因为市场环境的原因，那么我们还是要保守一些，不要盲目的进行加仓和持有。当前就处于黄 K 呢不建议去进行一个开多单了，等待它的一个调整，亦或者是走强。像前期这一波反弹到了黄 K 的地方，一般就不要随便再去开新仓了，而是考虑要减仓去防范风险。所以目前的黄 K 代表来到了一个风险区间，不要随便的去加仓加注的去买进。它比较好的一点是，之前我们看到低位它的一个上涨是有一定的放量，量呢不是很多所以这个如果能更多一点就好了。这附近最好有一根明显带量的阳线产生，那么阿哲对于它的后市会更加看好。当下的量还比较少，所以我们依旧还是要看一下它二次回踩的一个可能性，而看一下飘带的下沿。飘带下沿呢是 617.363， 这如果能够产生支撑，它的后续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如果把飘带线给跌穿了、跌破了，所以破这个地方，那么它去跌破前面低点，持续走下跌结构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所以尽可能不要跌破飘带下沿 617.363 作为支撑位，它同样也是个缺口附近的价位。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目前呢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势。在昨天出现了一根力量狂澜的 K 线，叫窗头破脚。窗头破脚 K 线呢，它其实是2根 K 线构成就是有一根 K 线它是阴线，然后有一根阳线，在低位产生明显的低开，破了昨天阴线的低点。那么有一根阳线，它呢很明显破了昨天阴线的低点，而后收盘却高过这根阴线的高点就是把它的最低价、最高价都给破了。这种叫窗头破脚，高位和低位出现了，它的含义就反过来，一个是见顶，一个是见底。所以英伟达目前从 K 线的角度，它是见底的 K 线组合，但是阿哲并不以此作为看涨的依据，因为它出现的环境有点不对，市场呢在处于反弹当中，而后调整时它产生的这根 K 线，有点像掩护其他个股出货的这种可能性，有可能是在拖盘。而指数因为它也没有构成一些关键位置的破位，所以昨天如果不是英伟达突然出现这种 K 线，其实指数昨天应该是3大指数异动阳线同时破位，而不会出现还有纳指未破位的情况。所以当下呢，我们对于这个窗头破脚 K 线抱有怀疑的一个心态，它很有可能依旧只是一个诱多或者说反弹。它前期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小级别、次级别的颈线位破位，所以这里呢可以形成一个压力位。之前跌破反弹，目前继续走，这里依旧是压力。而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彩虹带方面的表现。从彩虹带来看，目前是一个空方的市场，空方市场下出现了这种IR线或者说窗头破脚 K 线，我们可以看什么呢？看反弹，但是它需要多次的确认。怎么确认啊？就是这个地方它要再来一根阳线，最好同样是放量的，把这一根 K 线的高点给站上。所以今天得要一根实体不比昨天短多少的 K 线站上，而且最好有带量，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去看它这一个窗头破脚的上涨，它的意愿是强烈的，而不是诱多。如果今天是一个10日星或者小 K 线，甚至是冲高而后长上影线，亦或者是高开低走 K 线，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是诱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压力位是飘到下沿 183.64 作为一个压力价位来去关注，而这一个地方不能够以此作为关键的买点，或者说重仓买进的超低点位。以上呢就是关于特斯拉、Meta、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是谷歌。我们目前看到谷歌的一个行情走势，在上一周我们说过，谷歌它其实出现了黄色 K 线，黄色 K 线说明它是一个超买行为，特别是加速有跳空产生的超买。这种情况下，一般就构成左侧的高抛，以及右侧后续收2根阴线呢，就去卖出了，小心它要往紫色带去调整。因为紫色带虽然是看涨趋势但趋势上涨它不是代表它不会跌，它也有回调的时候。所以我们买的价位你不能说就随便追着买，等到回调去买会更好。那回调目标位一般就是飘带上沿 301.684 作为一个支撑位。当下下跌刚开始是缩量，缩量的话就会比较好，因为正常的一个量价表现在上升趋势当中，它就应该是上升是放量的，而下跌是缩量的。目前保持缩量，昨天开始放量，但这种放量幅度呢还行，它只是略微高过昨天，整体还是比较低的一个量能水平，所以这个还好。在目前为止，这个调整还算是一个良性的，价格走势还 OK。而它的一个力度也不强，所以当下呢还是看飘带附近
一个回调，再寻找止跌的买点加强点。当前趋势依旧看涨，所以这是谷歌，我们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继续看涨，趋势、量能、量价都 OK。当然不是说趋势目前 OK 你就能够随便买啊，阿哲依旧是那句话，买点有时候买的不好，哪怕是上升行情，你照样也会亏损。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ORCL， 我们的甲骨文。甲骨文很明显一看就是跟谷歌反过来的，谷歌如果是一个上涨趋势，我们找回调买点，那么甲骨文就是下跌趋势找反弹高抛点，亦或者是做空点。那么我们看到市场是不是出现了下跌反弹，黄带就是一个压力，每一次下跌超跌周的反弹目标其实就是黄带附近，这是一个正常的下跌节奏，说明空方保持稳定，而多头偶尔反看，但不足为虑。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呢，下跌反弹，反弹时量能依旧是缩量的，所以整体没有什么买盘。当下的股价走势就依旧是下跌有量而上涨无量，当下这种行情格局，空方依旧占优势。而后每次反弹，这里将是一个强压力，因为它的170和它的飘带中期、中长期这里都是压力，分别是219.926以及213.564这两个点位形成了一个共振压力。价格目前依旧有继续反弹的一个可能，因为缺口有支撑，有10日新，量能不多，而后很容易出现向上的一个上冲，而压力在这里，所以这里就有可能还要去碰一下，但是只要没有明显的放量阳线去站上这个压力位，就还未消化，就还是风险。我们再看到一只股票是 MSTR 呢，阿哲也是标记了一个波段有可能看多的一个点位，因为它这个量能是长下影线又带着大量。我们看到周线上它已经有白 K， 周线 MSTR 是白 K， 说明周线是一个波段超跌。那周线波段超跌，170天线还在向上有止跌，所以当下的一个格局，周一呢就一天时间，它的量能比上周一半还要多了，所以当下这里已经有资金涌现的可能性。所以当前结合它是一个长线 K 线，这个地方其实激进投资者直接在附近去做波段的一个买入建仓，后面越跌找机会越买。当然右侧投资者呢，等待趋势由黄转紫再去看。目前呢，哪怕你左侧去建仓，也肯定呢只是小仓位的，这里呢只是博弈它的一个超跌后的一波大级别反弹。因为走到目前为止，它中途的反弹都是小反弹，就级别呢不大。它这里如果有一个更大级别的反弹呢，它应该会针对之前的这一波，是吧？所以这个地方看一下，有可能会走出相较于之前这一波的反弹级别，那么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这个地方它哪怕还有下跌空间，应该也不大，那么可能也是惯性下跌而已。所以这附近左侧为越跌越去找机会买入的一个节点，而右侧呢可以等飘带的转势更加安全。大仓位放右侧，小仓位放左侧，作为散户来讲可以这么去分配。更加明确一点就是最好白 K 消失有仿包，这好一点的。前面这里其实也是白 K 消失有仿包，当然量能也不太够啊，后面重新跌破就要走了，所以这个地方消失等仿包啊会更好。上方的一个飘带在这种大级别之下，这种飘带一般挡不住它的一个反弹 192.342， 所以对于这波反弹是否真能产生大级别，其实一个识别的点就是它会很容易的突破这个飘带下沿，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点。一旦出现大级别反弹，这个飘带肯定会被突破和转变为紫色。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FT 啊，微软的话就是日线上也是来到了170附近，而后有白 K 有反包反弹，所以170附近呢，不管是周线日线都可以关注一下。当前就还是反弹到了飘带附近，出现了一个下跌 K 线，这说明飘带是一个压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啊，要减仓的，因为飘带压力位附近收阴线下跌，有可能这里就是一个反弹高点，因为它是一个正常反弹的空间，到了收跌是吧？它又有可能还要走一个下跌结构，所以当下这里肯定是个减仓点。减仓之后呢，你看一下，价格走势它其实没有跌破昨天阳线低点，那如果再收一根阴线跌破，你可以把全部的反弹仓位都清掉，等待回踩白 K 看有没有支撑再去做。目前这里它可能还有2次回踩的可能性。这个飘带的下沿目前是在490.092。那么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AVGO。博通的话，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一直提醒要小心它的一个回调，因为它又是个黄 K， 前期高点其实也是个黄 K， 黄 K 产生你就要小心不要开多单了。而这一波反弹突破了左边的关头阴线，那么关头阴线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支撑区，价格目前是回归这个支撑，寻找这附近的支撑，而飘带慢慢的会往上走，所以这里呢会产生共振的支撑，至少
后续这里会产生反弹机会。至于能不能够走出上升趋势，跟指数环境有一定关系。指数如果真的是在出货，那么目前的格局它再强也容易转为震荡。价格走势目前下跌也是放倍量，跌破了黄带，看下方的一个支撑 365.16 附近和左边的关头阴线低点 370.06 附近构成共振支撑，等待回调止跌机会。而后我们再看到 AMD 呢也还是处于一个反弹量能在缩量，异动阳线是哪一根？异动阳线呢是它，那么它的低点作为防守，价格目前没有跌破，就依旧维持看涨，等待异动阳线的跌破，而后再做右侧减仓也是可以的。当下呢有一个我们的蓝 K 下影线突破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点，它的下影线是有支撑的。后续如果再回到这里，是有可能是二次回踩再往上看。而当下量能是比较少，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对于上方的一个压力的反馈 224.553 是黄带的压力，目前没碰到，所以反弹它还是算比较弱的。接下来我们看到 HOOD 在我们昨天公开直播当中有讲过它，以此呢去说了一下它容易调整，因为它是一个黄 K， 而后在黄带之内又是一个三小顶。但是它好的一点是它比很多个股不一样，它放了一个倍量在低位，所以当前的 HOOD 可以关注它的回调机会。价格的一个下跌，这里是有缺口和大量，所以这里出现下影线，我们可以关注，如果能够再次产生仿包阳等形态，它是有机会去过飘带回踩寻找反转机会的，因为它的量出来了。所以当下呢是针对一个反弹后的看它的回调的力度，如果这个缺口无法止住，而是跌穿，好，高量破有灾祸，再加上三小顶和一动阳线的破位，这里就还是反弹高点。所以当前是一个反弹的减仓点，而后是否能反转，关注后续的一个止跌反馈是否强劲，如果强劲转止带，我们的仓位可以慢慢去上。目前先看反弹，只是反弹的个股当中，它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量价表现的。飘带的下沿好像有一点支撑，这里呢是个共振点 118.86， 如果它的飘带下沿不跌破，在这里去震，那么是很有机会能够走好趋势的。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HMS 就不太好了，黄带内黄 K 而后出现收阴跌破，这根阴线呢还有点关脚，跌破飘带啊放量，所以当前呢看一个反弹高点的形成是黄 K， 所以这里小心风险。黄带下沿是 37.591 作为一个防守位，它其实也是下跌在放量，而反弹是有缩量，所以整体呢是卖的人卖盘比较强，而买盘目前还不足以去止跌，所以要么是震荡，要么重新回归下跌啊，这是 HMS， 我们暂时不要随意抄底这种上涨无量的个股。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呢还是比较强劲的，市场呢它的调整没有太多影响到它，虽然也是黄 K 啊，但是它已经是在上涨当中持续的走强了，量能也出现了倍量，所以这种能够在低位近期反弹出现倍量的个股，它只要回调不破倍量低点和飘带的一个整体的区间，这种股票是后续再差也容易领先个股的。就个股可能下跌，它也跌，但是它很大概率会比个股更多支撑，因为它至少带量了。虽然这个量啊算特别多，但相对很多个股来讲，至少是有一点量能变化的。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呢，我们以黄带作为一个防守和它的一个低点共振有一个支撑，大体呢是在575附近作为一个强支撑，它后续出现调整的概率也是还是有的。而后在这里只要不跌破，再次看涨即可。如果直接跌破这个地方，就还是要小心它继续的破低点。不过这个可能性对于 APP 来讲，当下来看是慢慢的变小了。不过它有一个动作，就是它其实你可以画出一个下降通道，是临近通道的一个上沿。如果在通道上沿上有遇阻而回落的力度是跌破飘带，那么可能还是要走一个通道，这是一个目前来看也是概率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可以关注这种迹象，通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看一下这附近的一个通道的上沿表现。第二只股票呢，我们来看到 Circle 呢，就是经历了连续的超跌后反弹，它的反弹呢略微有量，只是还不够啊。白 K 反弹反包的时间比较晚，目前有一个运线产生，就看一下它的区间是被突破还是跌破，突破继续看涨，看上沿的压力，跌破则看二次回踩是否破前低。我们认为它在超跌环境之下呢，这一次反弹的空间啊应该是要大一点的。你可以跟 MSTR 一样去看待它，只是 MSTR 的量能呢会更加漂亮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飘带上沿是 97.784， 而后飘带的下沿是 79.067， 有一定空间，所以你可以带一部分止损，或者说你甚至可以把止损放前低。目前可以去看价格的继续的反弹的延续。现在的股票呢，我们来看到 SMCI 相对来讲就也算有一部分的量，但是还不够，远远不够啊。对于下跌的量能来讲，它的上涨量能是比较低的。所以当下呢还是比较弱势，只是它在关键的支撑上，我们去看一个有可能底部的形成而已。但它的量能和价格上都表现出资金不怎么关注，所以它只能够先通过震荡来去消化一些之前的抛压，以及等待资金的重新关注。上方的一个压力是 34.753， 那么如果它要产生有效的反弹，应该要有一根不错的阳线出现，目前没有，就等待，不要随便抄底这种震荡的个股。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2TR 是回踩170天线，目前日线上还有在170天线之上的这种股票呢，至少不能算是一个弱势股，反弹等待二次回踩，如果依旧不破170还是不错的。目前反弹到飘带上，而后我们会看到量能是缩量的飘带的下沿它的压力是 168.933， 这里小心一根仿包阴线或者说明显下跌阴线出现，那么就是反弹高点的一个确认。当下还有新高，还能够有阳线，那么下跌的力度松，那么下跌当中还是比较砍跌小心一根阴线实体出现，那么否则继续可以看对于上方的压力突破。中轴线是 174.381， 当前反弹依旧也无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蓝 K 左边也是一根大阴线，所以这个附近呢也是有压力。当前它也是一个反弹的结构，因为是个黄带，所以反弹结构到黄带附近，你是可以选择去高抛减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后等二次回踩就去关注，因为它前期有一个长下影线，我们之前讲过，长下影线如果被很果断的突破，那么再次回踩这里将会产生支撑，再次有机会。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那么 Coin 呢就类似我们所说的一个黄昏之星，上方跳空向上，跳空向下，导致一个缺口的出现。那么目前右边下跌还是带量的，虽然也是10日星，这一天如果是一个实体阴线，那么这个黄昏之星的效果就特别好，那么它就是一个看空点。那么当前的 Coin 呢，它右边还算是有支撑，因为这个分型的左低有支撑，这里如果被跌破，好，结合黄昏之星的价格，那么这个地方往新低走大概率事件，如果这里它能够止得住，收反包阳线，继续往上看是 OK 的。但首先缺口得要快速回补，缺口如果不补，反而有阴线破位，那么这里反而是一个做空标的的做空点。如果你想做空，这种行情是可以去看的，因为黄带反弹高位、反弹高点本来就是容易在试新低的，所以这里可以去关注一下它这种是否会再破位。而黄带的上沿呢，它是 268.83， 目前有缺口，如果快速往上把缺口回补，那么就依旧能看涨。这个缺口如果倒行不补，那么后续这里将是一个起跌点。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Core 呢，它的整体格局是不是也是低开高走，出现了一个窗头破角 K 线，底下也带量，所以还是不错的。它是连续超跌之后产生的，和英伟达的一个价位还不太像，所以可以看看。但是因为目前指数的环境也确实是连续反弹比较强势，它并没有跟随在这个地方节点去止跌，去出现强势上涨，有一点点不好的嫌疑，所以我们还是等一个强势阳线再次能够收涨，再次放量会更好一些。这个节点出现的买点呢，我们小心一点吧，特别它离这个飘带附近还比较近， 78.779， 等待更加确切的买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U 的话是美光科技，美光科技是不是反弹过飘带？过飘带就是收盘过第一天，过第二天，所以它这里是压力。如果这里出现收阴线或冲高回落不能突破，这里就是一个风险点。更明确的是收阴跌破飘带，就是更加明确的一个风险点。它当前是缩量的阴线是它低点作为防守，跟飘带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以 230.454 作为支撑位，如果跌破必须要跑，不跌破的话就持续看涨，但是也不要随便加仓。目前呢是刚回补缺口，一般回补缺口之后呢会有压力反馈，如果没有就延续看涨，持股待涨就行。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的话是回踩170，而后止跌反弹到飘带出现了收一根黄 K， 说明这个地方呢它是什么动作啊？它是一个超买了，底下呢有放量，但是 K 线上并没有怎么收涨，所以这种叫放量不涨。放量不涨呢有出货嫌疑，目前结合黄带，这里我们可以以黄带的下沿做一个防守位，跌破小心是一个反弹高点，下沿是 231.585， 而后回调再看是否强力和砍跌 ，OK 的话可以看170附近趋势的继续启动。当下呢是一个首先短线上是一个风险点。
以上是12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